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将会维修我的 Samsung UN65JU6500FXZA UHD 4K Smart TV。不过现在的 LED 电视其实都差不多，所以我们将会讲解一下几种普遍的情况。需要的工具是手套和十字起子，某些电视可能还需要用到扁平铲子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的问题是，我现在无法开机，完全黑屏了。我拔了电源几次，有时候右下方有红灯，有时候没有。这红灯是 standby， 也就是在等待你开机。这个灯应该是要亮着的，不过就算亮着，我按遥控器它接收了之后，又变回去亮着，但是电视并没有打开。反复个几次之后，这个红灯 standby 就完全不亮了。首先，有一些方法可以先尝试一下，也就是将电视重置。方法是将遥控器的开关长按。有些是30秒，有些是1分钟。不行的话，先拔除电源，长按电视后面的开关，一样，有些是30秒，有些是1分钟。之后再接上电源，按一下电源开关试试，或是更换一下遥控器的电池。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行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将电视拆开来看看。一样，记得拔除电源。我们将电视拿下来之后，我们将周围一圈的螺钉下来，中间也有几个螺钉。有些电视就没有用螺钉，它们跟特斯拉一样，喜欢用扣环插槽直接卡进去。有时候你就需要用到扁平的铲子，插进缝隙把卡槽撬开。底座应该要先拿下来，因为这里面也有螺钉。我这边最后才下底座，所以不是很正确。我们之后还会再擦一次，这次我就快进，主要是将机壳打开，解释一下基本的测试方法。我们现在拆开了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要部件其实很少。右边这块有电源插孔。这块是电源电路板，它通过一条排线接到左边的主电路板，右边的这个带状电缆往下接到 T 抗板。这个 T 抗板被覆盖在这个金属壳下面。T 抗板再往下接到 LED 电路板，然后接到2个 LED 灯条。左边的主电路板接到上面的网络传输器，下方右边的线接到2个盒子是喇叭。下方左边的线接到 standby 的红灯跟电视背面的开关，有些电视可能没有上面的网络接收器，也可能没有下面的 T 抗板，而是用带状电缆直接接到 LED 电路板。这种情况应该是这些电路被集成到主电路板上。不过基本上，电源电路板跟主电路板还有喇叭是固定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如何测试是哪个部件出了问题。在接触这些电路板时，最好先将静电放掉。最简单的方法是接触一下大面积的金属，然后戴上手套。首先，如果电视完全没有反应，然后电源线确定没有问题，那就有可能是保险丝烧了。保险丝在电源电路板上，测试的方法我们在维修微波炉的视频中说过。测量保险丝的方法是使用3用电表，把电表调到风鸣档。如果保险丝是通路，它就会鸣叫，代表保险丝是好的。如果不会叫，那就是断路，也就是保险丝烧断了。这个保险丝是好的，所以我们就进入下一步。我们可以仔细观察电路板上的部件，看看有没有哪个部件异常损坏，像是变黑或是电容有一些鼓起来。如果你要更换这些小部件的话，就需要学会焊接。我们就不到那个地步了，除非你很有自信哪个小部件坏了。在检查的同时，我们就可以记一下部件的序号。像我这个电源电路板的序号是 BN44-00808A， 主电路板则是 BN94-10521B。其他电路板也可以用一样的方法记上。第一，我们已经知道接上电源之后，电视完全没有反应，也没有 standby， 也就是我们接上电源时并没有 backlight。也就是电视里的 LED 灯并没有亮。如果有 standby， 然后你尝试打开电视而没有 backlight， 你可以拿手电筒照照萤幕，看看有没有影像。如果有影像，那就代表电视的面板是好的，可以成像，但是里面的 LED 灯坏了，所以成像之后黑黑的而看不到。我们这边的情况有时候连 standby 都没有，所以情况应该不是这个，但是也可以尝试看看。第二，如果接上电源完全没有 backlight， 那我们就把电源电路板跟主电路板中间的排线断开，这样测试时
电源面板会直接启动 backlight。你可以看到，我这样测试时 backlight 亮了。你仔细看看这些孔就知道了，这代表电源面板应该是好的。所以我们将主面板跟电源面板间的排线接回去。第三，我们将 T 抗板的带状电缆拆开。这个带状电缆是靠一个金属夹子扣住的，如果扣不好，有可能会成像不了。所以如果电视有亮，但是没有画面，可以尝试重装这条带状电缆。而如果是电视画面出现条状物，则有可能是 T 抗板坏了。不过我们这边只测试 backlight， 插上电源后 backlight 没有亮，所以代表不是 T 抗板或是 LED 这边的问题。顺便一提，如果电视只亮一半，或是只成像但是 backlight 死活都不亮，那就需要换 LED。这 LED 条跟我们外面买的 LED 条很像，一台电视通常有2条，这零件很便宜，但是 LED 条是最难换的。它除了要把后面的面板拆下来之后，还需要把 LED 面板拆掉，之后从侧边撬开外框，把萤幕的玻璃跟好几层膜都拿掉，才能从正面换 LED 条。希望我们以后不要遇到这种情况。现在我们知道电源面板、T 抗板还有 LED 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，那应该就是主面板有问题。我们进入第4点，也就是移除主电路板到接收器的排线。一样没有 backlight， 所以应该确定是主电路板有问题。不过这边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在我将这条线接回去时，也就是最原始全部电线都是接好的状态，接上电源后 backlight 亮了，电视突然好了，这让我很无语。我把电视装回去是正常工作的，不过过了2天之后又出现了一样的问题，我只好又拆开一次。基本上我们已经确定是主电路板有问题了，我就在网上搜，在 eBay 找到了一个用过的，加税快$100，有一些网站卖的是300多，还有一些网站卖的很便宜，但是需要小心。查查他们的评价，有一些可能是不良商家，他们可能拿了很多旧电视的零件，但是没有测试就直接卖，完全是让你看运气。拆开之后，我们把主电路板拆下来，把主电路板所有的排线都拆开。有些电视是用卡槽，不过我这个电视还是跟外壳一样，用的是螺钉，总共有4个，我们把它们下来就可以拿下主电路板。我在 eBay 买的主电路板花了4天到，还算快。我们把它拆开，如果它没有像这样包装的话，就直接退了。电子产品一定要这样包装，保证不会被静电给损坏。这保护膜还写了电视的序号，所以我确定我没有买错。然后一样散掉静电，戴手套来拿。我们拿去跟原来的电路板比对一下，完全一样。原来的旁边有一个塑料架，感觉没啥用，不过我还是把它挪到了新的上面。然后我们将新的主电路板装回去，一样装回4个螺钉。然后装回排线。测试一下 backlight 会不会亮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将机壳装回去，螺钉上回去，把底座也装回去。测试一下电视变好了没？电视是好了。不过出乎意料的是，电视过了1-2天又出现了一样的问题。我之前测试的方法并没有错，
大部分的商家听到我的情况，也都认为是主电路板的问题。不过很奇怪的是，我发现出问题时，通常只要我断开上面的网络传输器，然后再接回去，电视就会恢复正常。因为我这个问题可以靠拔除排线来暂时解决，所以我这里就直接将电视裸空了。还有一点，我发现并不是每次我在断开然后接上电源之后 ，standby 都会亮。所以这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网络传输器导致电源电路板短路了，一种则是电源电路板在主电路板接上网络传输器之后，可能某些电容之类的不稳定，在接上网络传输器后负载让电压达不到启动标准，所以导致电视启动不了。我觉得应该是第二种情况。就算是第一种情况，网络传输器也就$8左右，失败了再试试就好了。不过这边我顺便说一种情况，这些螺钉也有连接电路板接力的功能，所以如果没有接好，也有可能导致电视忽开忽关。我看网上有人把螺钉转紧，电视就修好了。不过我的情况应该不是，所以我就一样在 eBay 买了一个电源电路板，这个好一些，新的加税大概$90左右。更换方法和主电路板一样，移除排线，下螺钉，然后换上新的。接上排线，测试一下，这次就真的修好了，已经1个月都没有出现一样的问题了。我的情况应该比较特殊，所以多花了一些钱，不过总共也不到$200。这电视虽然也就用了4年左右，而且现在电视降价很快，新的大概就$600左右，我感觉好像不到我以前买的一半，不过我还是省了不少钱。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